带你认识15种野菜。第一，白花菜。朋友们，这个植物叫龙葵，它是茄科茄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龙葵呢？古人发现它性滑如葵，就是说它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滑，有点像葵菜，而它结的果实成熟以后是紫黑色的，有点像龙珠，所以叫它龙葵。而广东这边的老百姓叫它百花菜，是一种美味的野菜。每到这个季节，大家特别喜欢吃这个菜，就是摘来打汤呢，比如说放点瘦肉或者放点鸡蛋啊，做出来的百花菜汤非常美味。它的口感略微有点苦，它的果实成熟以后吃起来有点酸甜，有的地方叫它酸甜洋石果。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像这个植物啊，就像茄子一样，要煮熟，因为它里面含有龙葵素，是一种生物碱呢。第二，野葱。朋友们，这个是我刚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这个野葱，这里周边到处都是。它叶是蒜，根是葱，所以也叫蒜葱。它是葱科葱属的植物，它的学名叫胡葱。像这个野葱，它是一种美味的野菜咯。比如说我们在山上采药啊，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带饭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充饥，直接这样生吃了。它这样生吃也是很美味，又香又甜，并且吃完以后嘴里面有一点那个肥甘样的，很舒服了。另外它也可以采回家做菜吃，除了炒菜啊，也可以做成饺子馅、包子馅这样来吃了。第三，马兰。朋友们，这个植物叫马兰，它是菊科马兰属的植物。像每年的3、4月份，我们可以摘它的嫩尖做菜吃。它是野菜中的上品，味道比较鲜美。也可以把它焯水以后晒成菜干。可能年长的朋友吃过这种菜干，有的地方叫它泥鳅菜。为什么叫泥鳅菜呢？我们可以看它的叶子背面，它那个纹理很像泥鳅那种花纹一样的。那么为什么叫马兰呢？有不同一些说法，我个人觉得比较靠谱的一种是马兰的兰，最早其实是拦住马那个拦，因为它喜欢长在路边，长得很高，拦住马的头啊，所以它也叫马兰头。民间有一句童谣是这样的：马兰头，拦路生，我为拔之，戎马行。第四，细叶旱芹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细叶旱芹，伞形科芹属的植物。它有2个比较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它是一种美味的野菜，春季的嫩苗可以做菜食用。第二，它里面铁元素含量比较高，可以作为一种补铁的食材。另外，它的叶子细若柔丝，非常有特色，也可以作为观赏用。第五，马齿苋。朋友们，我手中的这个植物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，它就是马齿苋。为什么叫马齿苋呢？因为它的叶子顶端圆结，基部楔形，样子像马齿，而气味像苋菜，所以叫马齿苋。它也叫五行草。为什么叫五行草呢？因为古人发现它叶青、梗赤、花黄、根白、紫黑，含有五行之意，所以叫五行草。有的人会把它当野菜食用。第六，黄安菜。朋友们，这个开着黄色花朵的植物叫黄安菜，它的花有一点像菊花，它也是菊科的植物。为什么叫黄安菜呢？黄花黄，安就是小的意思，菜这是一种古代旧方的野菜之一了，它也记录在《旧方本草》里面。民间也叫它繁阳草，因为它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就是好像要晒干干死掉一样，突然入水它又可以成活了，所以叫它繁阳草。这个野菜我们怎么吃呢？就是摘它的嫩叶，在开水里焯水去苦涩味以后，就可以蘸点酱油吃了，吃起来是一种清甜的味道。第七，蛐蛐菜。这个野菜食用历史已经有2000年了，它叫蛐蛐菜或者叫野苦菜，它的学名叫曲埋菜，是菊科苦苣菜属的植物。这个菜可以凉拌、爆炒，另外它也可以作为生物防虫的植物，它有防虫的功能。
具体怎么防虫呢？比如我们在玉米田边种一些这个植物，玉米的天敌昆虫和授粉昆虫就可以从它上面吸取营养了。因为它和玉米、小麦等作物没有共同的害虫，所以它在农业生产中可以用来当做生物防虫植物。第8，大蓟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蓟，它是菊科蓟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边缘长满了这个刺，有的地方叫它驴刺口，就是驴吃它的时候啊，会刺这个口嘛。别看它好像长得很狰狞的样子啊，其实它的嫩苗是一种美味的野菜。另外，它地下的根长得有点像萝卜，民间很多地方是用来煲汤的，也是比较美味的。也因为它的根长得像萝卜啊，所以有的地方叫它山萝卜或者刺萝卜。它的茎是圆圆的，它的花是这样紫色的，特别漂亮，开放的样子和花苞都有它独特的一种美。第9，青明菜。大家看看这个植物，它的学名叫鼠曲草，是一种美味的野菜，有的地方叫它青明菜。清明的时候用它来制作青团，也可以用它来煎鸡蛋。具体做法是：采熟微草的嫩尖，山泉水洗干净，开水里焯一下，沥干水后倒入蛋液，下锅煎就是一道美味的菜品了。千万别直接炒着吃啊，不然会像烂布筋一样咬不动的。第10，一点红。这是一种野菜了，它的味道啊，吃起来有点像茼蒿，柔滑赏脆。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它叫一点红。为什么叫一点红啊？就是它开的这个花，在这个野外的花啊，远远看过去一点一点红哦。它是菊科一点红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有一点像羊蹄或者马蹄，有的地方叫羊蹄菜、马蹄菜。我们翻开它的叶子，背面是那种红色的啊，它是和八角莲、七叶一枝花还有田鸡黄等等民间都是用于蛇伤的了。不知道你们那边土话叫它什么？第11，积雪草。大家看地上这一片叫积雪草，它是伞形科积雪草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啊有一个这个缺口，有的地方就叫它崩口碗，像那个崩了口的碗。为什么叫积雪草呢？也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像一个碗啊，下雪的时候雪就会积在上面。这个草农村很常见了，它就像鱼腥草或者车前草一样，可以当野菜吃的。而且这个草生吃也可以了，生吃的味道也是不错的啊。除了食用之外，它也可以做那种必备植物了，就是它繁殖能力比较强嘛。很多女性用的那个产品中啊，也会有这个积雪草的成分。第12，栀子花。哇，好香哦！现在栀子开花了，它是一种美味的野菜。栀子花怎么吃呢？我们通常是这样吃。首先我们把它采回家，然后用开水浸泡一段时间，但是不要下锅去焯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锅焯水它会好像要融化一样的，然后再把它清洗干净，中间的花蕊摘掉，就可以用来炒吃了。它吃起来是有一点香香的、滑滑的、脆脆的。第13，红心梨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红心梨，它是苋科梨属的植物，是梨一的变种。它的嫩叶呈现一种可爱的玫瑰红色。普通的梨，民间也叫灰灰菜，就是用来做野菜的。这个红心梨，它和灰灰菜叶子背面都有细粉，但是红心梨的细粉是红色的，而普通的梨叶子背面的粉是白色。第14，费金草。大家看，这个是费金草，它的叶子是这样贴地生长，纸质条形状，中间窜出一个花亭。现在上面结的是果，它开花是4月份左右。它是一种美味的野菜，味道有点甜，叶子嫩的时候可以做菜，民间也会挖它和鸡蛋同煮。最早记录在《旧方本草》里面是这样说的：生田野中，其叶粗生，就地丛生，长则四散分垂，叶似酸草叶，而瘦细微短，叶间串庭，开淡黄花，叶甜，采叶叠熟，焯洗净，油盐调食。你们吃过吗？第15，水竹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水竹，它是香蒲科香蒲属植物，它的词法是粗大于蜡烛，
喜欢长在水边而得名，远远望去像一根根烤肠一样可爱。它的干燥花粉就是中药里的蒲黄，它也是一道美味的野菜，嫩芽和根茎尖端可食，口感非常清爽。这边摇椅采它成熟的干燥花絮，用来做火疗之用。具体用法是垫一块木皮，隔着木皮用点燃的这个水烛去火疗。我是李文革，关注生态农人合作社，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生物。